沈之婉，殿下心里一直只有我，你不过是个摆设。之婉，你到死都这样，真是令人作呕。我替你扛下朝野祸事，沈家满门株连，你却忘恩负义，你们不会有好下场。前生我被这病闭紧困住，这一世我要亲手剪断。经线断开的声音很轻，可满殿的人都静了下来。女官脸色一变，连忙上前查看。我坐在织机前，手里还握着那把小银剪。皇后坐在上首，原本含笑的眉眼慢慢冷了下去。沈之婉，你这是何意？我起身行礼，说道：“臣女失手，坏了之恙，请娘娘责罚。今日是则飞宴。”皇后早早放出话：谁能织出最好的并蒂纹，谁便是未来太子妃。上一世，我为了这具太子妃，花了整整3个月练双面之法，一幅并蒂莲，正看是花，反看还是花。皇后当场大悦，赐我玉印，我也因此嫁入东宫，成了太子明媒正娶的妻子。那时我以为，凭沈家百年门第，凭父亲满朝门生，凭我自小被教养出来的端庄贤德，总能在东宫站稳脚跟。后来才知道，站稳了又如何？正妻站得越稳，越方便替他们遮风挡雨。我如霜可以迟到，可以不懂规矩，可以把宫宴搅得一团乱。裴景恒说他如霜不过是失手罢了，天真率数，谁都不许罚他。而我不能错，我一错便是沈家教女无方，不堪为太子妃，不配母仪天下。娘娘，虽说沈小姐剪断了经线，可方才那起针收线实在精妙，若不是这一剪，今日魁首本该是她。既是失手，重织便是。哀家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我说，臣女惶恐，方才手腕扭了，怕再坏娘娘兴致。就在这时，臣女来迟，求娘娘恕罪。我不用抬头也知道是谁。上一世他也是这样迟来半刻，可裴景恒开了口，如今他也一样说道：既然宴还未散，不算迟。柳如霜立刻抬眼看他，皇后脸色难看。既然太子替你说话，那便是吧。我忽然开口，不必麻烦，柳姑娘若不嫌弃，便用臣女这家。上一世，柳如霜的织机被人动过手脚，可她输了又如何？裴景恒心疼她，亲自求圣上赐婚，硬是让她以侧妃之礼入了东宫。后来她每受一分委屈，裴景恒便要在我身上讨回10分。这一世，我把最好的织机让给他，我要他赢，我要他把裴景恒想给他的东西都拿到手，也要看看没了我替他们遮丑，他们能把东宫过成什么样子。柳如霜坐下时，还怯怯看了裴景恒一眼。裴景恒微不可察的点头，他便像得了天大的底气，手指落在线上，动作竟意外熟练。上一世，他总在人前说自己不懂女工，裴景恒便喜欢他这份笨拙。他说：如霜这样才鲜活，不像有些人活得像一尊玉雕。那尊玉雕说的自然是我，可后来我才知道，柳如霜不是不会，她只是知道男人更爱救一个柔弱无助的人。今日她不敢藏拙，因为我已经剪断了经线，如果她再输，太子妃的位置便仍有可能落到我头上。一炷香后，他织出一幅鸳鸯戏水，针脚不如我的双面并蒂精妙，却胜在色泽鲜活，灵气外露。几个懂行的嬷嬷面面相觑，皇后指尖搭在扶手上，久久没有说话。裴景恒却先开了口：柳姑娘这一幅倒有几分生气。多谢太子殿下。柳如霜立刻红了脸，她起身谢恩时，目光却故意飘向我。宴散之后，她果然来拦我，她笑得柔软，声音却压得很低：你方才若不剪断经线，魁首许就是你了。可惜人有时候太端着，也会摔得难看。我看着她，柳姑娘说的是，姐姐不生气。她一怔，你知得好，我为何生气？那姐姐也别怪我，太子殿下心善，见不得我受委屈。我轻轻笑了，那便祝柳姑娘日后永远不受委屈。她听不出我话里的意思，提着裙摆朝裴景恒跑去。殿下，我是不是比沈姐姐织得好？裴景恒低头，自然。柳如霜娇声问：若她没剪断经线呢？他太死板，不如你鲜活。春风吹过回廊，卷起我袖边的一点凉意。上一世我最骄傲的就是这手织工。裴景恒登基太子的第一件衣袍，是我亲手盯着上衣举做的。工人熬不住，我便陪着熬，一针一线不能错。他穿上那日，满朝称颂其威仪。夜里他来我宫中，握着我的手，织晚有你在，朕很安心。我为那句安心欢喜了许久，直到后来，殿下，人家绣了好久呢，不许嫌丑。他说如霜亲手做的，自然不同。那时我才明白，我织得再好，也只是本分。
他绣的再差，也是心意。我转身离开，身后是柳如霜压不住的笑声。他赢了，很好，他该赢得更多。3日后，皇后召我入宫，慈宁宫里熏着沉水香，皇后坐在窗下，手边放着那枚象征太子妃的玉印，她没有绕弯子。之婉，那日你为何故意剪断经线？我跪下，臣女不敢欺瞒娘娘，臣女确实心乱。皇后眉头微蹙，因太子。我没有答，沉默有时候比回答更好用。皇后果然叹了口气，景恒是储君，日后身边不会只有一人。柳氏不过颜色好些，性子娇些，登不得大雅之堂。你不同，你是沈家嫡女，父兄都在朝中，太子妃的位置何该是你的？上一世我听见这话，只觉得荣幸；这一世只觉得可笑。皇后喜欢的不是沈之婉，是沈家的门第，是我父亲的门生，是我能替裴景恒铺开的路。我俯身道：“娘娘厚爱，臣女感激。只是臣女已有心仪之人，恐怕不能侍奉太子殿下。”皇后的手顿住。谁？我抬头，三皇子裴彦州。殿内彻底安静。皇后看着我，眼神从惊讶到审视，再到沉思。裴彦州不是他亲生，他母妃早逝，自小养在太妃膝下，性子寡淡，不争不抢，连宫宴都很少露面。京中贵女提起他，只记得2个字：冷怪。可上一世裴景恒登基后，最忌惮的却是这个不争不抢的三皇子。裴彦州请旨去了北境，一守就是20年。他死在一场旧伤复发里，军中将士披麻3日，北境百姓自发为他送葬。那时我才知道，京中人人不看好的三皇子，竟是大梁唯一能守国门的人。而我与他前世也并非全无交集。那年宫变，乱军冲入中宫，裴景恒护着柳如霜从密道离开，是裴彦州带兵赶来。皇嫂莫怕，为何来救我？很多年前，趁地落水，是沈小姐喊人救的我。我这才想起，又是去别庄小住。快抓住！快抓住！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你若不会说话，就让石头替你落伤吧。我叫你小石头好不好？原来那个小石头就是裴彦州。你想清楚了？皇后沉默很久。燕州没有太子尊贵，也给不了你后位。臣女所求，我俯身叩首，不是后位。皇后看着我，我继续道：娘娘，皇位之争，兄弟之间最易生嫌。三殿下虽不争，可他有军中旧部，有北境民心。若无人牵血，日后太子登基，难保不会疑他。臣女若嫁三殿下，沈家就是他与朝堂之间的桥。娘娘疼爱太子，也该为大梁留一位能守边关的皇子。这句话击中了皇后，她不是裴彦州的生母，可她是皇后。良久，她收回玉印。容哀家想想，臣女告退。我知道这事成了。回府第3日，宫里懿旨到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后懿旨：沈氏嫡女沈之婉温良恭俭，品貌端方，赐婚三皇子裴延州为正妃，钦此。沈小姐好福气，当场便应了。奴才还没见过三殿下那样失态，连茶盏都打翻了。父亲沉默许久，只问：你真愿意？我点头，女儿愿意。父亲看了我很久。三皇子虽不显山露水，但品性端正，比东宫那位强。我笑了笑。上一世他其实也不喜裴景恒，只是皇命难违。懿旨传遍京城那日，东宫送来一封信，信封上是裴景恒的字迹。我拆开，入东宫后，你需谨守本分，莫因身份压着如霜。我可以给你太子妃的体面，也能收回。我看了许久，忽然笑出声。小姐，春桃不明所以，烧了吧。我把信递给她。春桃看完，太子殿下这是疯了。宫里赐婚的是三皇子，关他东宫什么事？是啊，他还以为我嫁的是他。哪怕我剪断经线，哪怕柳如霜赢了宴会，他依旧笃定皇后会把我塞进东宫，更笃定我会为了太子妃之位继续忍下柳如霜。上一世我确实忍了。我临盆，雷声震得窗棂发颤，产婆一盆盆血水往外端，我疼得几乎昏死过去，握着嬷嬷的手问：殿下嬷嬷哭着不敢答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夜柳如霜怕雷，裴景恒便去了他院里陪他整整1夜。第2日，他来看我，我刚从鬼门关爬回来，他只看了我一眼，便说：如霜昨夜吓坏了，你既已平安，便别同他争。那一刻，我连话都说不出来。后来柳如霜收盐银，他说：如霜收盐银的事，御史已经起了疑心。你是太子妃，单一句管教不严，不会伤根本。可如霜胆子小，会吓坏。我认了。父亲被御史弹劾，沈家门生被清洗，我的孩子也因此被他嫌弃外家有污。
最后失了储君之位。而柳如霜的儿子被裴景恒亲手抱上金殿，那件小朝服的领口也压着3寸红绸。我当时看着，几乎笑出血来。原来我这一生，连喜服的边角都逃不过替他们母子铺路。这一世，我不要太子妃的玉印了，也不要那3寸红绸了，我倒要看看没了我这个贤妻替他们挡灾，柳如霜那身红衣能不能把东宫烧穿。赐婚后，沈府上下忙了起来，小妹沈之意趴在香笼上，挑的比我还认真。长姐，这套赤金头面戴头上，成亲那日压死他们。我失笑，压谁？他哼了一声，压东宫那对不要脸的。姑娘家说话留些分寸。他捂着脑袋，本来就是。柳如霜一个商户女，仗着太子宠爱，整日招摇。太子也是个蠢货，拿榆木当珍珠。话音刚落，丫鬟进来禀报：小姐，锦绣阁新到了一批云锦，夫人问您可要去看看。我，张姐，去嘛，我要亲手给你挑盖头料子。我拗不过他，好，去。没想到刚进锦绣阁，便撞见裴景恒和柳如霜。柳如霜正在是一匹大红云锦，她披在肩上，对着铜镜转了一圈。殿下，好看吗？裴景恒站在他身后，尚可。什么叫尚可？你以前明明说过我穿红色最好看，像春日第一只海棠。裴景恒还未回答，便看见了我，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微微一顿。柳如霜察觉后，脸色立刻变了。沈姐姐也来挑料子。我行礼，见过太子殿下。柳侧妃，侧妃2个字落下，柳如霜脸上的笑僵住。皇后终究没给她太子妃之位，她再得宠，也只是侧妃。我不再理她，带着知意去另一边看料子。沈小姐，这是蜀中新贡的料子，满京城只此一匹。知意立刻拍板，要了。柳如霜却忽然走过来，这匹我也喜欢。掌柜为难，柳姑娘，是沈小姐先看的。柳如霜看向裴景恒，眼圈一红。殿下，我只是想成亲那日穿的好看些。裴景恒皱了皱眉。之婉，他看向我，何必同他争一匹料子？知意气得要开口，被我按住。我问太子殿下，以为凡是柳姑娘喜欢的，旁人都该让？裴景恒一怔，从前我只会端方行礼，把东西让出去，再替他粉饰一句。如今我不肯给台阶，他脸色有些难看。柳如霜却得意起来。沈姐姐若实在喜欢，我可以分你一截。做不了衣服，做个香囊也是够了。又是分我一截。从前是3寸红绸，如今是一截云锦。我忽然觉得厌烦。不必。我看向掌柜，这批料子我不要了。柳如霜刚要笑，我又道：沈家名下所有绣庄，从今日起不再供东宫半寸布料。掌柜脸色一紧：沈之婉，你想威胁我？不敢，只是沈家的东西，臣女不愿再匀给旁人。柳如霜脸色变了，她现在应该意识到，我是的确不需要她了。锦绣阁那日后，裴景恒才终于知道我嫁的不是他。听说他当晚便进宫求见皇后，母子2人争执许久，最后皇后摔了茶盏，是他荒唐。我没再过问，倒是沈家掌柜来回话时，小心提了一句：小姐，东宫那边断了咱们的料子。柳侧妃近日收了不少商户女眷送去的天妆。侧妃收天妆也不算大事吧？拿来我看看。我翻着礼单，指尖停在一个名字上，延运使夫人，上一世也是他。他用5万两银票换柳如霜一句枕边风，柳如霜偷用太子私印，给他兄长谋了个肥缺。事发后，裴景恒让我顶罪。你是太子妃，单一句管教不绵，不会伤根本。不必拦，也不必劝。掌柜愣住，小姐，只把每一笔都记清楚。春桃看着我，小姐是要……我什么都不做，我不过是这一次不救他罢了。小姐，3殿下派人送来的。大婚前1日，裴彦州派人送来一只匣子，匣中没有珠宝，只有一块石头，石头被磨得光滑，边角圆润，底下压着一张纸，字迹锋利，却一笔一画写得极认真。小石头来娶你。我指尖一顿，眼眶忽然有些热。上一世宫变后，他曾提过那段旧事。他说我小时候嫌他不说话，便捡了一块石头塞给他。那时我早忘了，没想到他竟留到现在。大婚当日，3皇子府的迎亲队伍从朱雀接过，恰好与东宫大侧妃的车驾撞上。按理我是正妃，柳如霜该让，可她嫁的是太子。我坐在花轿里，听见外头柳如霜的声音：凭什么要我让？今日也是我大喜。不要脸！
东宫随从不敢动，三皇子府这边的喜娘急得直搓手。僵持片刻，外头传来裴彦周冷淡的声音：“让路。”只有2个字，却不是对我们说的。柳如霜的陪嫁嬷嬷硬着头皮道：“柳侧妃今日入的是东宫。”礼不可在。裴彦周打断他：“臣在。正妃先行，侧妃避让，大梁礼制何时改了？”回殿下，大梁礼制确为正妃先行，侧妃避让，从未更改。柳如霜在轿里哭了出来。殿下。可裴景恒没有露面，又或者他露面了，却不敢当街坏礼。东宫仪仗终于缓缓退开，隔着盖头与轿帘，我看不见他的脸，却听见他说：“他从前被人采去3寸体面，到了我这里，谁也不能再碰他1寸。”我的手指紧紧攥住喜帕。上一世，我的大婚路上，柳如霜的轿子压着我的及时不肯让。裴景恒说：“如霜身子弱，受不得惊。这一世，有人替我开路，不是匀出来的体面，是明明白白给我的尊重。”新婚夜，裴彦周进来时脚步很轻，喜乘挑起盖头，我抬眼正撞进他的眼里，他似乎愣住了，半晌耳根慢慢红了。我原本还有些紧张，被他这副样子逗笑。殿下看什么？看你。补了一句：“今日很好看。”我笑意更深。沈小姐，我挑眉。之婉，他立刻改口：“赐婚突然，我知道你未必愿意。若你只是想离开东宫，我也可以做你的退路。你在府中想做什么便做什么，我不会拘着你。若我一辈子都不喜欢你呢？”我看着他，他沉默了一会儿。那我便守着你一辈子。他说的太认真，反倒让我不知如何接。裴彦周从袖中取出一段红绸，不是宫里赏的云锦，料子算不上顶好，却被绣得很仔细。我不会织，这是我自己绣的，绣坏了很多块，只剩这一块能看。可我看着看着，眼眶却酸了。裴景恒给我的，是从他礼袍上裁下的3寸边结；裴彦专给我的，是他亲手一针一线绣出来的。我伸手接过，很好看。我轻声道：“以后别叫我沈小姐了。”他看着我：“你可以叫我芝芝，这是母亲给我取的小名。”裴彦周喉结轻动。芝芝。这一夜他睡在外侧，没有越界。可半夜我醒来时，发现自己的手被他轻轻握着，我没有动，握得很松，仿佛我只要一动，他就会放开。天快亮时，外面起了雨，雷声不大，可我仍旧醒了。上一世生产夜的雨声像刻进骨头里。我刚坐起身，裴彦周也醒了，他没有问我怎么了，只是倒了杯温水递给我。我怔住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怕雷。他手指微微一顿。猜的。我看着他，心里第一次生出一点疑惑，可那疑惑很轻，很快就被他掌心的温度压了下去。婚后3月，皇后寿宴，我随裴彦周进宫。皇后看见我们并肩而来，神色复杂，她拉着我的手，轻轻拍了拍。彦周性子冷，若有怠慢的地方，你只管同哀家说。儿臣不会。皇后愣了愣，竟笑了。难得听你说这样的话。宴席过半，宫人忽然捧着一只锦盒上前。太子殿下说，今日皇后娘娘寿宴，特备薄礼，也请三皇子妃一观。满殿目光都落到我身上。裴景恒坐在不远处，脸色有些苍白。柳如霜坐在他身侧，穿着一身大红，满头金钗，比今日的皇后还要招摇几分。他看着那只锦盒，脸色不太好。宫人打开盒子，里面躺着一截红绸，很短，约莫3寸，四周瞬间静了。有人不明所以，也有人想起当年上一局传出的旧事。看我的眼神渐渐微妙。裴景恒站起身，声音发哑：之婉，我从前不知你介意此事，今日这3寸红绸，我亲自还你。柳如霜脸色彻底白了，皇后怒得指尖都在抖。她自然知道这不是赔礼，这是裴景恒当着满殿命妇的面承认他还惦记我。我坐着没动。裴彦周已经起身，他走到宫人面前，看了一眼那截红绸。太子殿下，臣弟的王妃不收边角。裴彦周抬手，身后侍从立刻捧上一匹完整红绸，铺开时像一片浓而不烈的霞光。裴彦周亲手将那匹红绸披到我肩上。别人裁给你的3寸，我补你3丈。殿下，你不是说沈之婉死板无趣吗？你不是说只有我这种最好看吗？闭嘴！我为什么要闭嘴？是你说我不必学规矩，是你说我只要开心，是你说出了事你听我的。从前我让，是因为我是太子妃，如今我不是了，凭什么还让？寿宴后，经过廊角，听见柳如霜压抑的哭声。你现在嫌我丢人了是不是？母后寿宴，你穿一身大红，还戴满头金钗，是想压谁？你以前明明说我穿红最好看，满京城没人比得过我，现在我穿了，你又骂我不懂规矩。那是私相，今日满朝命妇都在，你顶着侧妃的身份，穿得比皇后还招摇，
你是嫌母后不够厌恶你。侧妃，你也知道我是侧妃。当初你答应过我，会让我做太子妃，是你没本事。柳如霜，你别忘了，若不是我护着你，你连东宫的门都进不了。护着我？你若真护着我，为什么沈之婉成了三皇子妃，我却只能给你做妾？闭嘴！我不闭！你是不是后悔了？你是不是觉得他比我好？他会管账，会应酬，会讨皇后欢心，所以你现在想他了。我转身想走，脚下却踩到一截枯枝，声音很轻，那边却瞬间静了。下一刻，裴景恒绕了出来，看见我时，他眼底闪过狼狈。之婉，我行礼，太子殿下。他看着我身上的三皇子妃服制，声音低了些：“你过得好吗？”这句话问得可笑。上一世我病重时，他都没有这样问过。如今我离开了，他倒想起问我好不好。我平静道：“殿下若无事，臣妇先告退。”他忽然抓住我的衣袖：“你是故意的，故意让我娶不到你。之婉，别闹了。”殿下以为这是闹？从前是我亏欠你，你与燕州和离，我会娶你为正妃。那柳如霜呢？殿下若真想娶我，便先休了她，将她赶出京城。只要她不在，我便考虑。她没了家族依靠，又跟了我，若被赶出去，怎么活？所以殿下既舍得她受苦，又想要我回去替你收拾东宫。你一向娴熟，何必同她计较？我不娴熟了。他怔住，我看着他，一字一句道：“裴景恒，从前的沈之婉死在你那3寸红绸里了。”裴彦州走过来，将披风披在我肩上，他看都没看裴景恒，只问我冷不冷。我摇头。裴彦州握住我的手。回家那一瞬间，裴景恒的脸色比月光还白。寿宴后不久，裴彦州请旨去北京练兵，皇帝允了。临行前，皇后私下召我说话，她看着我，眼里带着疲惫。东宫最近不太平。我没有接话。柳氏太能闹，景恒从前被他迷了眼，如今才知道娶妻还是要娶个稳当的。我垂眸，太子殿下自有分寸。皇后苦笑，他若有分寸，当初便不会错过你。我没说话，有些错过，不是遗憾，是报应。皇后褪下腕上一只玉镯，套到我手上。这是哀家当年出嫁时母亲给的，如今给你。燕州命苦，自小没了母妃，哀家虽不是她亲娘，却也不愿看她孤零零一辈子。之婉，好好待她。我点头，娘娘放心。正说着，外头忽然传来急促脚步声，宫人慌张禀报：“娘娘，太子殿下带着柳如霜在宫门外跪着，说求娘娘开恩。”又怎么了？柳侧妃收了盐运使夫人的银票，还拿太子私印替他兄长谋缺。御史已经拿到证据，蠢货！我垂眼喝茶。春桃前2日才告诉我，那本礼单已经送到该去的地方。我没有害他，我只是没有再替他遮。裴景恒带着柳如霜进来时，脸色难看。柳如霜一见皇后便哭：“娘娘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那是贿赂。他说只是给我的添妆银子。”添妆？5万两银票够给你添一座金山。母后，此事儿臣会处置，请母后给如霜一次机会。机会？他偷用你的私印插手盐政，你还要给他机会？你说过会护我一辈子，你不能不要我。母后，裴景恒闭了闭眼，儿臣可以将她降为侍妾，禁足东宫。柳如霜猛地抬头，她像是不认识他。裴景恒没有看他。侍妾？你要把我降为侍妾？降为侍妾便够了，哀家要将她送去家庙，终生不得出。不，我不要去家庙。裴景恒，是你说只要我生下儿子就让他做太子，是你说沈之香端着无趣，只有我才配站在你身边。皇后眼前一黑，险些倒下。裴彦州来东宫接我，他牵起我的手，我抬眼看他，他没有说话，只是将我的手握紧了些。这一次我不必替任何人收拾残局。北京很冷，我们抵达时雪已经封了半座城。裴彦州忙于军务，常常天不亮便出门。我原以为自己会不习惯，可北京日子竟比京城自在得多，没有晨昏定省，没有命妇攀比，没有东宫那些阴阳怪气的妾室。我跟军医学熬冻伤膏，跟当地妇人学做羊肉汤，还在府后开了一小片菜地。裴彦州每晚回来都要先去菜地看一眼。春桃笑他：“殿下比王妃还惦记这些菜。”裴彦州认真道：“他种的。”他总是这样，话少，却每一句都让人心口发软。京城的消息陆续传来，柳如霜最终没被送去家庙，皇后退了一步，只将她禁足东宫，降为最低等的城徽。可东宫不再只有她，皇后亲自替裴景恒选了2位良弟，
听说柳如霜在院里砸了3天东西，裴景恒起初还去哄，后来被他抓破了脸，他便不去了。再后来，礼部尚书府那位良娣有了身孕，柳如霜彻底疯了，他冲进那位良娣院里，非何人，孩子没保住，皇后震怒，下令杖责柳如霜30。裴景恒这一次没有拦。柳如霜固然可恨，可真正将她养成今日之妙的人是裴景恒。他喜欢她骄纵，便纵着她踩规矩；他喜欢她天真，便替她挡后果。等有一日他嫌她不够贤良，便又怪她不懂事。男人的喜欢有时比恨更害人。我不会。什么？我不会把你养成我喜欢的样子，也不会因为你不合我意就责怪你。那你喜欢我什么样？你什么样，我都喜欢。这句话太直白，我偏过头，耳根发烫。外头风雪正急，屋里炭火烧得很旺。我第一次觉得，往后这一生或许真的可以安稳。安稳没有持续太久，1个月后，东宫又出了事。柳如霜被禁足后，日日哭闹。起初裴景恒还去看她，后来他一见她便骂。裴景恒终于厌了。从前觉得她骄纵可爱，现如今才知道原来是蠢。这话传到柳如霜耳里，她安静了3日。第3日夜里，她换上裴景恒最喜欢的红衣，重新梳了发髻。她站在东宫门口，柔柔喊了一句：“太子哥哥。”裴景恒恍惚了。当晚，他宿在了他院里。第2日一早，东宫炸开了锅，柳如霜一刀扎在裴景恒胸口，另一刀直接废了他的下身。回禀娘娘，太子殿下伤及要害，纵有明药吊着，也活不过1年。把柳氏给我拖出来！小姐，这也太狠了。柳如霜不是狠，她只是终于醒悟了。她以为裴景恒会永远替她撑腰，所以她不学规矩，不辨是非，不知进退。可人的偏爱一旦收回，她便连活下去的本事都没有。裴景恒也是，他以为我永远会替他稳住东宫，替他挡骂名，替他收拾烂摊子。可我走了，他的深情变成了害他的刀。废太子是在半年后送来信的，那时裴景恒已经被废，新太子另立。皇妃，废太子只求您看一眼，他说他不求您原谅，只想同您说一句对不起。裴彦周站在我身侧，没有替我做主。烧了吧。王妃，告诉他，沈之婉早就收购了他匀出来的东西，歉意也一样，不必再送。当夜，我做了个梦，梦里又回到上一世，我穿着3寸红绸压边的喜服，独自坐在新房里，外头锣鼓喧天。裴景恒在柳如霜院中陪他，我等到天亮，等来一句：“太子妃懂事，不会计较。”梦里的我缓缓抬起头，他看见了现在的我，我也看见了他。他眼底没有怨，只有疲惫。我走过去，替他摘下沉重的凤冠。别等了。他看着我，忽然笑了。下一瞬，梦境碎开。我醒来时，裴彦周正守在床边。做噩梦了。我摇头，不是噩梦，是告别。裴彦周垂眼看我，灯火下，他眼底似乎有些红。我心里那点疑惑又浮了上来。裴彦周，你是不是有事瞒我？他沉默很久，没有答。第2日，他请来了一位道长，道长白须白眉，眼神却极清明。他看了我许久，又看向裴彦周，忽然笑了。王妃不必怕旧人纠缠，缘尽之人，来世不逢。倒是王爷前世守了王妃灵前3年，今生才换来这一程。我猛地看向裴彦周，他脸色微白，我声音发颤：“你也是重生的？”他点头，我眼眶一下红了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裴彦周看着我，声音很轻：“我怕你知道后会觉得我娶你也是算计。上一世我晚了一步，这一世我只想站在你能看见的地方，等你自己选。”我想起他知道我怕雷，想起大婚那日，他说谁也不能再碰我1寸。原来不止我一个人带着旧梦归来，原来也有人不是为了弥补亏欠才找我，而是从很早很早以前就一直在等我。我扑进他怀里，我听见他在我耳边低声道：“谢谢你这一世愿意看见我。”裴景恒死在初冬，京城下了第1场雪。皇帝到底顾念父子情分，以亲王里下葬，没有谥号，没有追封，史官只记了一句：“废太子景恒。”轰！他的棺椁入陵那日，北境也下雪。我和裴彦周正在城外施粥，难民排了很长的队。有个小姑娘冻得脸色发青，我取下手炉塞给她，她怯怯看我：“夫人，你不冷吗？”不冷。裴彦周听见，转头便把自己的披风裹到我身上。小姑娘偷笑：“夫人的夫君真好。”裴彦周耳根又红了，我也笑。雪落在他肩上，他替我系好披风带子，低声道：“别逞强。”我嗯了一声。远处钟声响起，像是从很远的京城传来。我想起裴景恒临终前让老太监传的话，他说他终于明白，柳如霜只是少年时的一场迷障，若有来世，他一定先娶我，绝不让我受半点委屈。说从前的我听见，
或许会痛，会恨，现在不会了。道长说，缘尽之人，来世不逢，我信。我已经从他的故事里走出来了，往后山高水长，风雪炊烟都与他无关。北境大捷是在第3年春，裴彦州率兵击退羌戎，夺回失地3城。捷报传回京城，皇帝大喜，封他为晋王，赐北境12州为封地。册封圣旨到时，满城百姓夹道相迎。裴彦州站在城楼上，披着黑色大氅，风吹得他衣角猎猎作响。我站在他身侧，他忽然低声问：“冷吗？”我摇头，他却还是解下大氅，披到我肩上。城下将士起哄：“王爷疼王妃！”当晚庆功宴，军中将领轮番敬酒。裴彦州不善饮酒，很快眼尾变红了。回府路上，他握着我的手不放。芝芝，我今日很高兴，不是因为封王，是因为他们都知道你是我的王妃。我心口忽然软成一片。上一世，裴景恒从不愿在人前表现出对我的亲近，原来不是身份不许，只是人不对。我主动握紧裴彦州的手。那王爷以后也要让他们知道你是我的夫君。他愣住，片刻后眼底一点点亮起来。好。那晚他醉得厉害。芝芝，你能不能喜欢我久一点？不用太多，一点点也行。裴彦州，我已经很喜欢你了。北境入秋的第一场风是从雪山缺口灌下来的。我正在院里晾药草，风一来，绳子上挂着的当归、黄芪哗哗作响。裴彦州从军营回来，一眼看见我踩着矮凳够绳子，立刻大步走过来，不由分说把我提下来放在地上，上面还没绑好。我说他已经接过绳头，不声不响系紧了。我站在他身后看着，忽然问彦州：“你今天回来的很早。”他顿了顿，营里出事了。我心口一沉。裴彦州转过身，神色平静，却有些疲色。东路的粮道被劫了。谁劫的？不像外族的手笔，像是有人里应外合。北境大捷后，裴彦州威望日盛，京城里有人睡得不踏实，这事我早就料到。你怀疑谁？还不确定，只是京城最近有些动静。新太子登基未稳，有人在朝中散布谣言，说晋王拥兵自重，意图不轨。你怎么打算？我想上书，请旨回京一趟，当面皇上陈明。那就回。你不担心？你是晋王，守了北京3年，百姓知道，将士知道，皇上也知道。你越是回避，才越让人生疑。芝芝，从前我独自处置这些事，常常觉得路很难走。现在有你，每次我以为路要断了，你总能帮我看见另一头。那是因为我走过很长的路，摔过很多的跤，才知道哪里是坑，哪里能走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更心疼你。回京的事定了下来，临行前，军中副将孟云来告别。孟云是裴彦州从军时的旧部。王妃，王爷此番进京，若有万一，请您带着这个离开北京。不必。王爷，您可以不怕，但王妃是沈家嫡女，若京城有变，沈家不会袖手旁观。这块腰牌可以调动北境东路5000骑兵。我接过那块腰牌，我收下了。孟云松了口气。裴彦州看了我一眼，没有再说话。入京那日，父亲亲自来城门迎接，看着比从前气色好多了。北京空气好。父亲又打量裴彦州，点了点头。照顾得不错。岳父谬赞。请弹劾你们的奏折，这2个月堆了3摞，皇上压着没发，可御史台那边还在追。是谁在背后推？礼部左侍郎曾家，还有户部的城北。上一世，这2个人是裴景恒的幕僚。裴景恒死后，他们便改换门庭，投了新太子。如今燕州声名大噪，这些人自然如坐针毡。父亲，我有个法子，不知当不当说。与其等他们参，不如先一步自证。你是说？裴彦州主动请旨，将北境军防图册、历年军饷账目全部呈送御前，请皇上亲阅。当年我说你有谋略，可惜跟错了人，如今总算是嫁对了。那晚，我把这个想法说给裴彦州听，他听完静了很长时间，然后问我：你不怕皇上看了账目，反而找茬？正因为怕，才要主动送去。账目若有半点问题，送了就完了。
账目若清白，送了便是最硬的底气。好。账目呈上那日，满朝噤声，御史台的折子像是被人捂住了嘴，一夜之间安静下来。皇帝在御书房召见裴彦州，平退了所有人。我等在府里，春桃在旁边坐立不安。小姐，要不要派人去打探？不必。可万一……燕州此去坦荡，坦荡的人不必怕暗示。您倒是镇定。其实哪有那么镇定？手里捏着那块孟云给的腰牌，已经捂热了。天黑透的时候，裴彦州回来了。他进门时脸上没有表情。我站起身，还没开口，他已经走过来，直接把我抱住，抱得很紧。我听见他轻轻吐出一口气。皇上留我用膳了。留膳是好事。皇上说他自知账目没问题，只是需要一个时机，当众压下悠悠重口。他还说什么？他说能娶知婉的人胸中必有沟壑。皇上是在夸我还是在夸你？夸你，你也敢受用？我没受用。曾家和城北已被御史台反攻，查出了数笔私受贿赂的旧账。那几笔账目的线索是谁送到御史台的？女儿不知道。你是越来越像你外祖父了。我外祖父是江南有名的谋士，当年辅佐先帝平定乱局，后来解甲归田，只说不爱官场热闹。外祖父说，真正的聪明是让对的人坐在对的位置，让错的人自己跌下去。裴彦州坐在我旁边，默默把汤碗添满。岳父，北京今年新产的皮干制羊肉已经让人送来，您留着冬日进补。好，这女婿会疼人。在京中住了1个月，裴彦州便要启程回北境。皇帝设宴饯行，赐了不少东西。宴罢，柳太妃忽然求见，她是宫中老人，年岁大了，行动迟缓。她见到裴彦州，眼圈变红了。你成了靖王，太妃高兴。这便是王妃吧？生得好，眼神也好，有主见。燕州他娘走得早，这孩子打小没人疼，王妃以后多担待。太妃放心，我会的。太妃待你如何？不算亲近，却也从不苛待。小时候他赏过我一块点心，我藏了3天没舍得吃。后来呢？后来被宫里的猫叼走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那只猫不讲理。回到北境已是深冬，菜地里的菜早被霜打蔫了，唯有几棵葱顶着雪还绿着。裴彦州蹲在地边看了许久，来年开春再种。我站在他身后。彦州，那块腰牌我一直带着，还你。你原本不必还。我知道，但我不想靠一块腰牌才安心。那你靠什么安心？靠你。我还有这块牌，都留给你，双重保险。新年过后，北境来了一位不速之客，是4皇子，如今的新太子裴明熙。他微服出巡，绕到北境，说是专程来看裴彦州。裴明熙进门便笑：“三皇兄，许久不见。”裴彦州起身还礼：“殿下。”皇嫂久仰。殿下请坐。用茶时，裴明熙话不多，却问了几个极精准的问题，关于北境的防线、粮草储备与西北羌戎的边境摩擦。我坐在一旁，默默听着，心里对这位新太子评价悄悄高了几分。不是来找茬的，是来摸底的。这是一位真正在意边疆的储君。饭后，裴明熙把裴彦州单独叫出去说话。春桃凑过来低声道：“王妃，太子殿下来者不善吧？”来者不善的人，不会自己先把底细露出来。春桃想了想，没太懂，不再追问。大约1个时辰后，裴彦州回来了，他脸色如常。我没有急着问。太子问我，愿不愿意做北境的永久驻守？什么意思？他的意思是，若我愿意，往后北境便是我的封地，子孙承袭，不必再回京城争那些东西。这是一个体面的圈拢，但也是一个真正的承诺。你怎么答的？我说，需与王妃商量。你倒是给我揽了个大事。我愿意。你不必为了我。燕州，我从来不觉得离京都远是坏事。
北境有山有雪，有你，有那几颗硬骨头的葱。我愿意在这里待一辈子。裴彦周看着我，很久没说话，眼眶却隐隐有些红。他压下去，装作无事。那便谢谢你。一家人，谢什么？他愣住，随即脸红了。还没学会被我当家人这件事。明明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依旧很容易害羞。春日里，北境办了一场庙会，是沿袭多年的旧俗，街上热闹非凡。裴彦周起初不肯让我独自出去，被我塞了一块刚蒸好的糕点堵住，才悻悻作罢。庙会上，我买了一串糖葫芦，又在小摊前停下来看一位老匠人编草绳。他编的是一只小花形状的摆件，草绳拧得极扎实，圆润可爱。老伯，这个卖吗？给姑娘，不要钱。靖王妃在北应开了3处义诊，我老伴儿去年冬日发高热，就是在那儿看好的。姑娘拿去。老伯认出我来了。老汉走南闯北，见过人多了。姑娘眼睛里装着事儿，但没有怨气，不像市井里的人，倒像是立过大事的。靖王爷是个好的，您也是个好的，北京的老百姓心里有数。谢谢你。傍晚回府，裴彦周正在书房看军报，我把那只草绳小花放在他案头，他拿起来看了许久，哪里来的？摊贩老伯送的。我把那番话说给他听。裴彦周捏着那只小花，沉默了很长时间。芝芝，你说我死之前，若这里的百姓能记得靖王2个字，算不算不枉此生？我心口猛地发紧，我走过去。彦周，你走之前我先走。你说什么胡话？不是胡话，我不要再送你了，你下辈子要先等我。他看着我，眼底情绪翻涌，最后压成一声轻叹。好，那这辈子我不许你先走。窗外庙会的锣鼓声还未散，红灯笼的光透进来，暖融融的。一诊出了点岔子。王妃，安安您给的方子吃了3日，肚子越来越不对了。有一味药中了3倍，轻则伤胃，重则损肝。有人借义诊的幌子散布假方子，现确认有没有人吃了这方子出问题。春桃，去查这张方子的来源。王妃，查出来了，是一个小药贩子，背后的人是曾家的门生，从京城逃出来的，藏在北境已有月余。他们散布假方子，一旦出人命，便可借机参奏，说靖王妃医术不精，义诊祸民。我去处置。彦周，让孟将军去，你不能动。为什么？若你亲自出手，对方可以说靖王打压异己，滥用私刑；但若是由地方官一律拿人，再报御史台，见是法办，与你无关。事情办得极干净，那几人被以散布假药欺民之罪拿下，有铁证，有苦主，有地方官署联署，一路送到京城御史台。后来父亲来信说，皇帝看了卷宗，批了4个字：严惩不贷。此后便再没有人敢打义诊的主意。处置完这件事的当晚，我在院里看星星，裴彦周端了杯热茶出来。芝芝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在处置这些事上，不如你沉得住气？有时候确实。我知道，从前我一个人被人算计了，只会带兵杀回去。后来你在，不是我厉害，是我上辈子输怕了才学出来的。那你输过的那些算在我这里，往后我一并还你。还不还的我不在意，只要往后别再让我输就好了。裴彦周习武多年，就伤不少。入冬后右肩的伤发作，夜里睡着便皱眉。军医来看过。王妃，王爷这是早年间落下的病根，天冷就会犯，只能温养，难以除根。不碍事。我学了几个针法，每晚帮他施针。起初他不肯让我动手。不必，针扎下去疼。我说疼比病着强。他没在抵抗，只是每次下针前都会把眼睛偏开，不看那根银针。我忍住笑，当作没看见。第3日，他偷偷睁着眼睛偷看。我把针收好，问他看了。他脸微红，说道没有。我笑出声，他也终于笑了。这段时间每晚施针都成了一种习惯。他坐在床边，我坐在他身后，有时候我们谈天，有时候就这么安静待着。芝芝，你有没有什么一直想做却没做的事？我想想，写一本书。写什么？写北京的风城。所有人都说北京苦寒遥远，是发配的地方，可我来了以后才知道，这里只是不一样，并不比京城差。裴彦周听完沉默了一会儿。那就写，我给你找个好书房。我说我自己来就好。书房的事
你不用自己来。他顿了顿，补充：“这是我能为你做的事，别拦我。”我收好针盒。燕州，你有时候说话像在讨债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急着要把什么还给我的意思。他安静了片刻。也许是的。他低声道：“上一世我没能护住你，这一世我什么都想给你。”我靠近他，抓起他的手。燕州，上一世的事已经过去了，你不欠我，我也不欠你，我们从这一世开始算，好不好？他很长时间没有说话，烛火跳了跳，他终于把手翻过来，轻抚我的脸，低头用额头轻轻碰了碰我额头。那一瞬间，什么都抵达了。沈之意来北京探亲，开一下马车，便绕着王府转了一圈，惊叫道：“长姐，你这院子比我想的大多了。”我失笑：“快进来吧。”他说：“快把点心都搬进来，我带来了一大车京城点心，够你吃半年的。”他跑前跑后，几乎把整个王府逛了一遍，最后跑到裴彦州面前：“姐夫，你这书房真的宽敞，可以在里头骑马了。”裴彦州面无表情：“不行。”知意撇嘴：“那可以跑步吗？”裴彦州沉默。知意，先吃饭。饭后，知意拉着我到院里说悄悄话。他压低声音：“长姐，我看姐夫看你的眼神都能把人酸倒。”我轻咳一声：“别胡说。”我可没胡说，他眼睛一直跟着你转，就跟孟将军那条大黑狗盯着骨头一样。你这个比喻准不准？我轻笑着不说话。知意笑得前仰后合。他消停下来之后，忽然小声道：“长姐，我听父亲说，当年皇后问你想嫁谁，你说了裴元州。为什么是他？”我抬头望了一眼书房的方向。因为他是个好人。知意想了想，就这？因为他在最乱的时候把披风披在我肩上，因为他记得一块破石头记了好多年，因为他说谁也不能再碰我一寸。我顿了顿。很多人会说好听的，会给体面的位子，会给能看见的荣耀，但燕州给我的是真实的安稳。知意静了很久，才轻声道：“长姐，我以前不懂你，现在懂了。”他握住我的手：“我以后也要嫁个这样的人。”我拍了拍他手背：“那就好好挑，不急。”送走知意那天，裴彦州站在城门边送行。知意临上马车，忽然转身抱了裴彦州一下，他当场僵住。知意大大方方道：“姐夫辛苦了，以后好好对长姐。”裴彦州缓了半天，才道：“放心。”知意满意地上了马车。我忍着笑说：“他只是在学我们家的礼数。”我知道。裴彦州回过神，只是他顿了顿，没想到。没想到什么？他比你还直接。那是你不够了解我。我们俩相视一笑。北京的第2个秋天，我开始动笔写那本书。起初只是记录，后来慢慢有了章法。裴彦州给我的书房采光很好，摆了一盆他不知从哪里找来的野山菊，花开得很旺。我每日写一段，他每日来看。他不懂文章，只是认真读，偶尔问我某个字的意思，或者某个记载对不对。比如我写到北境雪峰石的山谷，他会纠正：“你写的那条路不对，得往东绕，不是往北。”我修改，他便满意的坐回去，继续看军报。一来一去，倒像是2人合写的。书写了半本，京城里来了消息，皇帝病了，不是小病。太医院说，陛下积劳成疾，肝火过旺，需静养。裴明熙监国。裴彦州看完信，久久没有说话。良久，他道：“皇上待我不薄。他当年一个人扛着东宫的乱局，从没让我为难。”他把信叠好。我想进京一趟，看看他。我放下墨，那就去。他看着我，这次你要不要一起？我想了想，我去，皇上才放心。他愣了愣，随即明白我的意思，轻声笑了。说的是。皇帝见到我们时，比想象中憔悴，但眼神还是清明的。裴彦州鞠躬行礼，他抬手阻止，说道：“朕老了，彦州。”裴彦州垂眼，父皇保重。他又看下我，这晚北京可还安稳？我说：“托父皇洪福，一切安好。”他顿了顿，低声道：“景砚那孩子走时，可有说什么？”他说他明白了，只是晚了。皇帝闭了闭眼。是啊，晚了。他轻声叹道：“若他早几年开窍。”父皇。裴彦州轻声打断：“往事已过，儿臣会守好北境，不叫父皇忧心。”皇帝拍了拍他的手：“好。”我们告辞出来，在公道上走了许久。芝芝，谢谢你今天说那句话。哪句？他说他明白了，
只是晚了。他声音很轻。你给了他一个答案，也给了皇上一句安慰。义诊扩到了第5处，我亲自坐诊了3日。北京东县的小镇，很多人是第一次见大夫。有个5岁的孩子，高热烧了4日，眼睛已经半睁半闭。我叫军医过来，用了退热的法子，守了一整夜。第2天天亮，孩子的烧退了，他睁开眼睛，看见我，奶声奶气问：“姐姐，我还活着吗？”我眼眶发酸：“活着，活好好的。”他娘当场跪下来给我磕头。我赶紧把人扶起来。裴彦周是第3日傍晚来接我的，他骑马进镇，没有仪仗，镇上的百姓认出他来，纷纷避让，却没有跪拜，只是静静目送。我远远看见他走上前，他翻身下马，看了我一眼，什么都没说，转手把我手里的药筐接了过去，背在自己身上。王爷，这回让我来。他说不用。一路走出镇子，天边晚霞铺开。我走了一会儿，忽然问彦周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若是当年没有重生，我们这辈子根本不会有交集？他想了想，有想过。我问你怕吗？怕什么？怕错过。他沉默了一下。上一世你走了之后，我守在北京，每年入冬会梦见你，梦里你总是穿着那件红衣，一个人坐着。我怕你一直那么坐着，没有人陪。现在呢？他转头朝我笑了一下，这是他难得的真正轻快的笑。现在不怕了，因为你坐着的地方，旁边就是我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不动声色地靠近了他半步。晚霞还在，山也还在，马蹄声轻，风声也轻。春天快到时，我发现自己有了身孕，军医来把脉。王妃，恭喜，孕眠3个月了。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感觉。上一世我也有过孩子，后来被废了储位，我从没机会好好陪他。这一世不一样了。春桃去告诉裴彦周，王爷，王妃请军医诊了脉，说有喜了，3个月。他出来的时候步子有点快，脸色白里透红，有些说不清是慌还是高兴。他站在我面前，芝芝，你没事吧？我好好的。我失笑，他呼出一口气，在我旁边坐下来，又不知该说什么，只是握住我的手。孩子也好吗？大夫说好。他低下头。芝芝，我会好好的。这句话说的语无伦次的，但我听懂了。他想说，他会护好我们，孩子，我都会好好的。我知道。消息传回京城，这是岳父大人的信，大约写的急，足足有3页。这是知意的，他说恨不得立刻赶来北京。他一向这样。这是殿下前人送来的亲笔信，还非孩子出生必要好好备一份大礼。这是柳太妃，她说要亲手做一件小衣裳。回信谢他。我道，说等孩子出生，带他去见太妃。裴彦周点头，提笔写了一封极认真的回信，比他平时写军报还认真。写完后，他还轻轻吹了吹纸上的墨迹。那段时间，他对我格外上心。我若要喝水，他比春桃更主动。我说他太紧张，他说不紧张。我问他为什么晚上时常睡不着，他沉默了一下，才说怕做噩梦。我握住他的手，他怕的噩梦，我知道是什么。彦周，这一世不会有那种事。他看着我，半晌轻轻点头。他又道：就算什么事都没有，我也要守着你。夜里风很轻，我靠在他肩上。这一刻，我忽然觉得上一世那些难熬的夜里，我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，原来是在等这个。